这个地儿叫中国科学院天地科学园区，汇聚了很多中科院的院所，在这个大院里。这就是我们地理所的大实验室，我们这儿独有的景观，室内下雨。哇，下雨了，雨量加大了。那个以后呢是要做火星地表的河流实验，未来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二家园。李振声院士，他相当于就是小麦界的袁隆平。您刚刚选的这个叫做致命鹅膏，一朵中等的大小就可以使一个成年人丧命。致命对，民间称之为白毒伞。用一个小小的酶可以降解超过它500倍重量的塑料。自然让我们迷恋的地方，没有一个自然的存在说，它以你我的好为转移。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镇馆之宝，2000多年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钩纹皮肚。哦呦哇！哦，是这样的。今天大开眼界。今天可爽了，今天回到我老窝了。第一次来啊，我记得环境还不错啊。特别好。我们单位是中科院地理所主办的杂志，所以我们也在这儿。咱们现在去的地方叫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，就是让这些庄稼长得更好，品种更优。看这一片就是一个小田地，你看这两边摆的这些花盆，看着好像是没人要的，这都不能碰，啊，你要是一碰，可能就有几个博士毕不了业了。真的？对，这都是他们的研究材料。大豆这是成熟的时候，哇啊，没准人家马上要收种了，结果你给吃了，这完蛋了。不要碰哦。哦，不能碰。碰一下还是可以的，就别吃就行了。那这个石头啊，下面写的是李振声院士题的，很多人对他还不了解，他都90多岁了，刚得了咱们的这个共和国勋章。他相当于就是小麦界的袁隆平，袁隆平是研究水稻的，他是研究小麦，特别厉害。看这个就是他研究的材料，就这些草啊，叫长穗眼麦草，就它其实是一种杂草。在50年代的时候啊，这个李振声老师，然后他就发现当时中国的这个小麦特别爱得一种病叫条锈病，得了病之后，这个叶子上就一条一条的跟生了锈似的，然后又大量减产，然后他就发现就这个草它不得病，就跟小麦长在一块儿，他就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跟这个小麦做杂交，但是杂交出来一播种再一长出来，就全是这个长穗眼麦草的，它不长小麦的那种的，再用小麦再杂交之后，哎，终于成功了。成功之后的这小麦就特别的抗病，就特别强壮。它这个杂交的成功这个过程，它历经了多长时间？历经了几十年吧，啊，从50年代，然后一直到80、90年代，啊，因为它是不停迭代的品种，然后还有一些是适合那种盐碱环境的，所以这个为什么给它共和国勋章啊？它在这方面的这个贡献，其实是可以跟这个袁隆平老师是齐名的。南辕北李是吧？对，您知道哈，是这么一个称呼。啊，所以咱们现在能吃饱饭，都靠这些科学家去研究，而且这些研究其实对于，环保来说也是有帮助的，对大自然也有帮助。咱们用一片地种出了更多的粮食，咱们就不用开垦更多的地。科学家们不辞辛劳的研究，为的是让中国人吃饱肚子，而我却曾在第1季的一路前行中，目睹人们对食物的巨大浪费。余量食物，他说已经过亿了。许多人总和我说，普通人做环保，有什么顺手就能做的呢？奶奶好，那个食物包过来了。节约粮食，避免浪费，应该成为第1步。这个是微生物研究所，微生物这概念其实在学术上现在不怎么用了，它是涵盖了很多互相不搭嘎的那些东西。啊，只要是眼睛看不清楚的，都可以归为微生物。但是你说这个真菌，那你算不算微生物？算。但是那个蘑菇又可以长得这么大。他们这里边就是研究真菌、细菌、
病毒什么的。咱们去他们真菌学的展览馆看看。咱们老把这个蘑菇当成素的啊，其实它分类上离荤的更近一点。对，这个真菌呢，其实它是真核生物的一类，就是它和动物还有植物一样，都是具有细胞核的，并且呢，在亲缘关系上，真菌和动物也更为相近。较之植物的话，真菌呢是自成一界的，叫做真菌界，它与动物界还有植物界是并列的一个关系，地位上是非常对等的。这就是典型的红伞伞白杆杆毒蝇鹅膏菌，它的这个毒性啊很著名，都知道它有毒，但是它具体中毒之后什么表现，大家不太清楚。一个是可能肚子不舒服，还有一个产生一些幻觉。而且它这个名字就是毒蝇，就是最早法国哲学家在他的书中记录它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蘑菇弄碎了放在牛奶里会毒死苍蝇，所以叫毒蝇。但其实它不只会毒死苍蝇，也会让人中毒，就是会产生神经精神性的中毒反应。我之前看过有记载，就是说人吃一口会看到一个东西突然变得特别大。这不是超级玛丽吗？他就吃这种蘑菇。对，很多童话、游戏还有动画片都是这个毒蝇鹅膏。这里我们准备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蘑菇的模型，想请各位老师猜一猜哪些是有毒的，哪些是能吃的。哪些是能吃的？这都是真实的蘑菇会长出来。这个不就是那个吗？是吧？哦，对，这就是刚刚的毒蝇鹅膏，小的时候，幼年的时候。这有毒。好，胡老师非常正确的选中了一个毒蘑菇。因为我们上一季去那个海南那个雨林的时候，我就问过，我说是不是颜色越鲜艳的这蘑菇越有毒？他说不是。对的，其实很好理解，就是因为蘑菇的颜色是由它表皮细胞的色素决定的，而毒素并不是我们肉眼直接能观察的，所以颜色是否鲜艳并不是判断蘑菇毒性的一个准则。比如说您刚刚选的这个，确实是一个毒蘑菇，而且是一个非常毒的蘑菇，叫做致命鹅膏，一朵中等的大小就可以使一个成年人丧命。致命对啊！，民间称之为白毒伞。这个看着能吃。啊，陈老师回答的也很正确。这个红伞伞白干干吃完不仅不会糖板板，它还是很好的美味佳肴，非常受欢迎，在咱们国家叫做正红菇。绿的呢？绿的也是文献记载可以食用，但是人们采食它并不多，因为它又小又黏，也并不是很好吃。这个蓝色的给我吃的不敢吃。这个是霍氏粉褶菌，它的食毒性未知，对于这种的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去尝试的。我感觉我们像在玩那个左轮手枪似的。目前为止还没走火。对，目前就只剩俩，越到后面越危险。你先选吧。这个看起来不太能吃，看着不太能吃，该陈老师了。我觉得这两个都不能吃。觉得这俩都不能吃哈，我公布答案。这俩都能吃，像这个就是云南常吃的青头菌，就是变绿红菇，它的科学名称叫做。然后这个呢也是非常好吃的，叫做橙盖鹅膏。相传在古代凯撒大帝也很喜欢吃它，都是好吃的食用菌。我现在找到规律了，这摆放是有规律的，有毒能吃，这是不建议能吃，不建议能吃，剧毒，你看。就这蘑菇啊，大家老觉得跟常见划等号了，蘑菇随便采，但是蘑菇里边也有这个濒危物种，也有需要保护的啊。所以你看，他们微生物所这边也在做这些工作，把这个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里边写上哪些真菌是需要保护的。比如说咱们经常这个很熟悉的像松茸，还有这个冬虫夏草，都是易危的物种，它们也是咱们国家的2级保护物种。对。那能采还是不能采？可以采，但是呢，不能过度的采挖和不合理的采挖，是要有保育的、科学的去进行采挖的。我现在知道冬虫夏草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，这个是错误的一个问法。对，它其实是动物和真菌。是的，就是的。这里我们就展示了一个冬虫夏草它的这个生活史，它就是真菌侵染了蝙蝠、蛾科昆虫的地下幼虫，然后形成的冬虫夏草。再看看这个，这么大一个灵芝，这个呢其实是咱们国家药典里头的这个赤芝，它是
人工培育的一个品种，它是在灵芝小的时候把它们放在一起培育，多个子实体，它就会发生一种菌盖融合现象。它的菌盖融合之后呢，就会长成一个大灵芝。它是1年生的，就是咱们吃的这些就是药材里边比较经典的灵芝啊，基本上都是1年生的。所以说那种1000年灵芝是不存在的，对，它1年就死了。当然死了之后，它这个形态会保持很多年。他们微生物所也做了好多工作，培育灵芝最早就是他们这儿的老师。咱们国家首个人工培育灵芝子实体就诞生在我们微生物研究所。看完真菌标本馆，我发现自己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更让我眼前一亮的是，微生物还有一大用处，有望解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：垃圾处理。塑料其实在自然界中，它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降解。现在就光这一片，至少还能捡5个麻袋儿。哎，你回头看看，是不是感觉没捡过一样？它会对环境和动物，会造成很大的影响。那最终其实这个恶果还是回到人，这一块儿。当然啊，就是说整个环境是在往好的方向在变化，但是你始终还是觉得这个垃圾是捡不完的。如果光靠捡，其实你不能够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。郭老师，我知道您一直非常支持我们的环保事业，那您知道我们垃圾回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大部分处理方式就是焚烧和填埋吧。是的，但现在呢，还有一种生物法来处理垃圾，这种方式呢叫做酶催化。酶呢是我们从垃圾场的土壤中先筛选微生物，再在微生物中找到相应的 PET 的降解酶，用一个小小的酶就可以降解超过它500倍重量的塑料。通过回收、分选、清洗、粉碎和酶催化这几个过程，就可以让塑料垃圾再生。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减少碳的排放。我们主要呢是用一个小的反应器进行我们的一个实验过程。那是不是有兴趣来做一下实验呢？好呀，好呀。那么现在呢，用我们的枪头抽取酶液，来，咱们夹到这里，就直接放。对。我可以问个问题吗？您说。就为什么不能直接倒进去呢？因为我们要定量，这个是2毫克每量的加入，所以我们拿这个枪头是最好的定量。这样酶液呢就可以和 PET 薄膜进行接触、进行反应了。好，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罐子放到我们恒温的一个反应器里面。不用搅拌吗？里面有一个搅拌子。然后这个过程现在是看不出来什么的它需要一个8小时的反应，8小时可以完全把这个粉末变成一个液体。这个有我们之前反应过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它就把塑料完全变成了一个单体，然后融到了这个溶液中，它是一个稍微有一些颜色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重聚回 PET，把它加工成这种平坯。这个平坯呢，再吹一下就变成我们的瓶子了。所以这个瓶子的级别还是食用级别的吗？是的。所以这个酶是需要先培育。我们可以先从自然界去挖掘，看看自然界有什么资源可以干这件事情。这就像我们刚才投的这个酶它最开始挖的时候呢，它的效率极低。那么我们对这个酶呢就进行了一定的改造。我们把它的稳定性提升了，把它的活性也提升了。循环利用是这样的，就是说垃圾不再是垃圾，当这个重复使用或者再生它变成一种常态的话，它其实还是有价值的，那就没有这个垃圾的概念了。我现在越来越不敢说保护自然了，我越来越觉得是自然在保护我了。我现在更愿意说的就是我们要对环境友好，我们不去破坏它，自然它有一套自己修复的这么一个机制和系统。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对环境友好的方式来生活。微生物所的老师告诉我，酶催化塑料正在产业化，但最大的难点是回收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做好垃圾分类就是对塑料垃圾再生最好的支持。在环保方面，微生物所还开发了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应用。
像这个就是真菌做的一个材料，叫做真菌皮革。它如果通过压制之后啊，是最后可以制成于皮包呀或者衣服这类新的一些服装材料，就可以来代替这个动物的杀戮。这个的话，它是灵芝造的一个纸。哦。不需要添加其他任何的一个添加剂的，就只是用这个真菌加上水，然后就能造成纸浆，就可以来减少这个植物啊，就是这个树木的砍伐。我在想这个纸能干嘛？它可能稍微这个粗糙一些，但是它就可以用来做一些纸的工艺品，可能是比较适合。它很像那种老的那个草纸。还是太硬了。还是稍微硬一些。这个花盆儿。它就是平菇的菌丝做的，非常的轻盈，很轻，而且它不仅能做花盆，还可以做这个建筑材料，就像咱们房间的保温层，就可以用它来做，就是非常轻盈透气，而且它保温效果非常好。咱们今天就可以通过一个小实验，造一张纸来体验一下这个真菌的特性，就是那边3种菌。我们一人选一个吗？对，一人选一个。我肯定选灵芝。你没得选。但是我要说一下，这3种菌就是它最不好做，因为它比较硬。我就要做它。行。我只能做它。就是具体怎么做呢？我拿一个好做的来啊。像这个，为什么说它好做呢？它不用剪刀一撕就掉。就给它。那个要剪。对，然后呢，只有这个可能需要剪刀。交给我，这个不是问题。考虑过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，你家的灵芝啊，这段可以不播啊。剪，让你欺负我，太爽了。胡老师，你要选哪种？我就用这个吧。行，就撕成，就稍微碎小一点就行。好嘞。这跟摘菜似的。对。这剪刀还得大点儿，不够锋利。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啊，你小心点。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？因为龙哥的太太就叫灵芝。这就够吗？这够吗？可以，够了。对，你给自己留点余地吧，龙哥。日子还是要过的嘛。然后要加上水，要把它打成浆。打完的浆全部倒进去。全部倒进去。对，拿一个搅拌器给它搅拌一下，就给它搅匀了，让它这个匀成一个就是浆糊状的样子。所以多下厨还是有好处的。我这一次发现好多实验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厨房技能的基础。对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关键的这一步就是用这个抄子，然后就从这个侧边伸进去，伸到底部之后，然后让它平展开，稍微抖一抖，然后从两侧给它提起来，然后这个浆它就均匀的糊在上面了，也是稍微震荡一下，把水沥掉。这就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工艺。古法造纸就是这样。在我们生活中，好像科学离我们很远，但其实不是。就是这些菌类，可能平时我们只能在餐厅看到，但是你没想到，他们会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，不断的在研究、在研发。那真正的到可以完全应用的那个阶段，是现在已经达到了吗？还是说尚需努力？就是现在成本可能比当前的一些传统材料稍微高一些，所以说相对比较少，但是它是有开发前景的。之后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把它降低成本，让它更加普适化，让大家都接受的一个材料。中国的栽培食用菌产量是世界第一，在微生物所的研究下，不仅采收的蘑菇可以走上人类的餐桌，蘑菇收获后的废弃培养基也可以被开发利用，焕发第二春。中科院大院里还有一处小亮老师最喜欢的地方，这里可以了解中国野生动物的过去和现在。这个地儿就是各种喜欢动物的人一个殿堂吧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。哇，张老师，张金硕馆长。欢迎各位。张老师你好，老师你好。
我们动物研究所呢，这是我们的主楼，旁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标本库，然后我们去标本库看一下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跟金库似的。对对对，因为整个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的话，全部都是这种集约式的大的保藏柜，所有的标本都在这里静静地躺在这里边。哦，我们全馆的话呢是有1020万号的标本。哦，这个是我们6层的昆虫的标本馆。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镇馆之宝啊。好。啊，是这样的。对。哦。这边给大家展示的就是2000多年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皮肚啊，就是我们过去说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的蠹。当时我们的科学家鉴定了这个叫钩纹皮肚。对对对。其实，在古墓里边发现昆虫还是很少的，很珍贵。而且这个应该讲也是全世界最老的一些昆虫标本。当时呢，这个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之后，我们知道棺椁当中很多的陪葬品，它里边会有一些丝绸啊，或者有些粮食啊，有些虫子就已经进到这个棺椁之前就已经在上面有了。有一些这个皮草，那可能它就已经在上面有卵了。他们相当于当时一块殉葬了吗？一起陪葬，而且这2000多年前它没什么变化。像这种马王堆的皮肚其实很重要，看它吃什么东西，可以分析出当时的衣服是什么的质感，是什么材料来源，包括2000年前的昆虫跟现在到底有没有区别，这2000年间它有没有进化，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信息。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，就是说现在的人还是过去的人，他跟昆虫也好，跟其他动物，我们都是有很多联系的。就大家呢有时候过于把虫子认为它就是害虫，这些虫子3亿4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了。它比我们人类存在的时间要早得多。我们是新的物种。对对对，我们有时候反而跟它可以学很多。其实2000多年前对于人来讲，那太历史悠久了。但是对于一个动物来讲，它可能几亿年前它就这样，它没有任何变化。但是它不变，反而是它最好应万变的方式。他们就一直在看着人类折腾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是我们的兽类标本分馆。我们先去那个挂皮室看看。主要是有一些大型动物的皮章，可以看到一进来，这是当年坦桑尼亚总统送给中国的国礼的狮子的一个皮章，这还有虎的，体型非常大的东北虎。哇，这真大！对，这地上还拖着一。对对对，这是虎，大虎掌。哇，这大爪子。你这武松打虎。对不起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比较珍贵的是清代的皇上打猎的一些，这些流苏都是皇宫配的。对对，这些都是。这里边还有满文呢，你看它的内衬都是黄的。用黄绸的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他们当时为了让皇上打猎，他们其实要刻意养很多东西，放在这个皇家猎院当中，就得保证皇上进去以后，他得有东西能打得着。这还有海獭皮，对，海獭呀、水獭呀，包括雕那一类，一个毛孔最多可以长100多根毛，密度很高。它越密，肯定这个皮毛就越好。现在去看一下我们的鹿角。鉴定鹿很重要一点呢，是看的鹿的角形是不一样的，每一种鹿的角的分叉是不一样的。这块有坡鹿的角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海南坡鹿就是海南岛一个特有的亚种，就只有中国有的。你看它这个角形非常长，大弯镰刀形。对，现在在野外坡鹿很难见到这么大的角。我之前看到这个坡鹿角的时候，我都震惊了。就是因为你现在看任何关于坡鹿的照片，活体的，它脚特别细，特别小。它就是过去啊，古人他看到角形大的，他都要打猎，他经常捕杀，优先把那些体型大的、脚大的就给杀掉了。所以呢，小的鹿角的鹿反而有机会生活下来、活下来，然后繁殖，所以后代呢角就会趋变小。它只有长不大才能活下来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也是标本的珍贵性之一，就它的价值也体现在你看过去这些历史的遗存，能证明这个物种过去它体型是很大的。
我们要对自己的曾经要有了解。以前啊，海南山野里边曾经有那样巨角的鹿在漫步，我们曾经是面临一个那样的世界，而那个世界离我们并不远。但是人的遗忘是非常快的，一代人就足以把一个时代遗忘干净。我的舅舅他当初发现杀戮，发现盗采，然后他想制止，在这过程当中就牺牲了。藏羚羊种群的数量以前是100万头，可是我开机是1997年，只有不到1万头了，已经列为濒危野生动物了。以前水獭几乎是遍布中国所有的省份，就几十年的时间，就变成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哦，中国还有水獭。短短几十年内，许多动物濒临灭绝，有的更是彻底灭亡。我们国家其他地方还有如粳吗？没有，从02年到现在，在全中国没有如粳。但没想到它消失得这么快。那没有这些标本来提醒我们，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生活的此时此刻就是很正常的世界。所以这些标本就在时刻提醒我们，一个曾经的美好是什么样的，我们要保持住这样的美好，这种生机勃勃，这种万物竞发一种状态。然后这里边的话是我们的鸟类标本馆，我们看看我们的镇馆之宝。每个屋都有镇馆之宝，今天大开眼界，镇馆之宝。哦哟，哦是这样的，对，它都是躺着的。这个是朱鹮，朱鹮呢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认为已经灭绝了。但我们动物研究所当时有一个刘云增先生呢，到这里去查阅检视这个标本，发现这个朱鹮的这个标签上写的清清楚楚，1957年采集的标本，采自陕西省的这个洋县。所以后来的话呢，他们就去陕西省洋县去找这个朱鹮。在1981年5月份，一共发现了7只，引起了很大的这个震动。所以从那儿开始，我们国家就投入很多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保护这个朱鹮。从1981年发现的7只，一直到今天，现在朱鹮40多年过去了，已经发展到1万多只。所以这个物种呢，从过去的极度濒危、极危级，现在就降到濒危级了。就是说，这整个拯救它是成功的。所以这个是咱们中国应该说是向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典范。就因为它的这个信息，对然后能查到这个朱鹮，对，这就是标本的价值。它呢其实是一个凭证，是个证据，证明它曾经存在。科研采集一定是对这个物种有好处的，它做成标本了，但是呢，以后它整个这个种群因为它而得到了保护。像今天我们之所以看到他们觉得，哎呀，做成标本了，好像是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别扭，那是因为我们今天进步了，我们有了这种环保意识和悲悯之心。但是为什么进步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去研究它们，对它们有了正确的认识，我们不再把它们当成食物，不再把它们当成衣服，科学的发端。第一步就是先从做标本开始。这边的话呢，标本呢主要是用于科研呀、学术研究，然后我们对社会公众进行科普、科学教育这块功能呢，就是博物馆。博物馆它是对外的。这面玻璃墙呢，也是我们动物研究所很多科学家在这里从事研究很多物种，比如说我们有研究大熊猫、研究东北虎的，我们有研究羚牛的。这里边呢展示了40多个物种。我刚看出来，最后边是巨大的一条鲸鱼。对，后边是个蓝鲸啊。您这是不是有防鸟状的功能？对，当时也是为了防鸟状这个可比我们贴的厉害多了。鸟状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太严重了。咱们现在一直在追求玻璃墙，但是对鸟来说就更是觉得像天空了。是的，那就请各位老师帮我们贴一个反鸟状的贴纸。我们这个玻璃的大小贴上这个之后，刚好可以破坏鸟对这个场景的认知。如果说这个玻璃再大的话，这个贴纸其实没有效果。本质是因为这个贴纸的形状破坏了它这个样子。比如说你是贴一个猛禽还是贴一个什么，其实没有关系。最好的是那种点状的，效果就特别好。我们家就是点状。
不是贴的，是我闺女拿那个涂料一个手指摁的。啊，那是很多个点，主任。对，还是您闺女这个想法最科学。这一下又救了好多只鸟，好多鸟。这边一进来就是我们的亚洲象，这些标本通常都是动物园死亡的。现在这个标本是越来越趋向于不故意伤害动物的情况下去获得的。那我们再去那个鸟类展厅，我们看看我们各种的一些鸟类，因为整个全世界是11000种的鸟，中国呢是有1500多种哦。然后我们这个展厅集中展示的得有将近500种的不同种类的鸟类哦。然后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啊老百姓一见全是老鹰，但是我们中国的古人分得很清楚，鹰雕、隼鳄、狂鸢、鹫鹞，啊，包括猫头鹰，个儿大的叫枭，个儿小的叫修流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猛禽呀什么的，古人辨识得很清楚。这就恰恰说明了我们那时候对他们的观察是非常细致的。过去我们讲忙趁东风放纸鸢，它永远不是说忙趁东风放老雕，是吧？那个鸢是什么呢？它的尾巴很细长，看那个放的那个风筝尾也是很细长的，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特征。你看我们上面这个叫鹧，就是雎鸠啊，就是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当古人看到一个鹧，它在河边上飞，发出的呱呱呱呱的这样的声音之后，他就联想到雎鸠啊，它的身体像淑女一样优美的婀娜多姿的这种形态哦。所以过去孔子也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为什么？就是希望你去了解这些物种，然后你能知道哦，它们之间是有差别的，它们可以表达你的心情，可以写出更美好的诗词、更好的词藻。所以这些物种呢，都是存在在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世界当中。你包括这个金雕和草原雕，二位那个小亮可能能分辨出来，但是我考胡歌老师和陈龙老师，你们能看出这俩雕有什么区别？看看谁先发现啊？小亮能看出区别吧？我已经看出来了。鉴定它到底是草原雕还是金雕，你到底看哪儿能决定它就是两个不同的老雕？看看区别在哪儿？这就跟找茬游戏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是爪吗？大小这没什么区别。真看不出来。提示一下，看看嘴有什么差别。没有太大的差别。您公布答案吧。你看这个金雕啊，就是它的嘴张嘴以后，它这个嘴裂，就它裂的那个深度，它是在眼球下边，它是可以在眼的后边。哦，就是它的嘴裂更深，这个嘴裂相对比较浅。有点难度，这就叫内行看门道，这太难了。对，包括胡老师拍那《射雕英雄传》里边，这个射雕你射的可能就是这金雕啊，因为金雕是咱们国家雕类肯定是最大的。对不起，我们俩今天都是来谢罪的，对不起。射雕英雄跟打虎英雄，对，真都在我们馆里了啊。我们那个在玉树的时候看这大狂特别多，落在这个，我们还给他立了那个招鹰架。让它吃树头。对，现在呢，猛禽，尤其是包括像秃鹫，现在都已经是很多都是属于极危级了，因为它在食物链的顶端嘛。你别看它叫猛禽，反而它是最脆弱的，就是它在整个生态系统当中，一旦受人为干扰，它就反而变成最弱的禽了。玻璃后面，标本静默而立，仿佛在提醒我。他们也曾是这片土地上鲜活的生命，奔跑，好漂亮呀！飞翔，游弋。那里。反盗菜，反盗猎，到现在为止可能10几年都没有强征了。通过这将近30年的努力，还给了可可西里民间，也是一种欣慰，也是骄傲。这里的人不会问我们为什么要保护，他们觉得就是应该做保护，是他们该做的事。对，保护野生动物
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假如说这个物种灭绝了，这个生态系统被破坏了，那可能意味着是我们无法预计的一些灾难，比如说洪水啊，然后比如说很大的泥石流啊。不仅仅是灾害，人类有可能受到健康方面的影响，相关的经济活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就是生物多样性，它其实是能够平衡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，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其实可能有一大半也是为我们自己做的吧。国家动物博物馆不仅是为了展示生命的多样性，更是为了警醒世人，保护野生动物应该是人类永远的责任。水土流失是我做环保工作以来另一类常遇到的问题。在小梁老师工作的这栋楼里，科学家们正在为此努力。这个楼就是我们单位地理科学馆。哎，咱们进去吧。好嘞，回家喽。这就是我们地理所的大实验室，我们这儿独有的景观，室内下雨。哦，整个都可以下，但是它可以控制区域下。这些激光一边打一边接收雨滴，经过它们，把光线给打上嘛，然后就可以计算出具体下了多少雨。你看这个东西，它是一个倾斜式的，你可以调节它的倾斜角度，那么就可以模拟这种山地的状况。像这个东西现在有什么新的可以做的呢？就是他们还可以在这上面种植物，比如说山区防止水土流失，那么就种树，但是并不是所有树种在各种地方的山上就能解决问题，有的地方种了树可能更加大增程。对吧？那么种各种各样的植物，然后看哪些是被树吸收了，哪些种了没有效果，这样就可以指导这个山区的绿化。因为它每种植物对水的需求量也不一样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它蒸发量也不一样。对。雨量加大了。加大了。你看这下了一会儿雨之后，地表径流现在已经出来了。他们就会用不同的土壤、不同的泥沙来配然后来看这个水对于这个土壤的冲刷。然后它，你看还有一些监测的这个设施埋到这个土里边去，可以做各种实验。所有的这些测量的数据对，就是每一个地方它怎么来防止泥土流失，制定什么样的方案？对，有直接的参考价值。然后他们这儿还要做一个实验，就是那个以后呢是要做那个火星地表的河流实验。现在咱们已经确定这个火星以前就是有水，而且非常多。现在的河道什么的都留着，你看这些都是河道，对吧？它以前肯定是有大量的河流，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水了？然后它以后还能不能再有水？它当时有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这就得从头研究。他们就通过这个一个火星上的那个人造卫星拍的一个陨石坑。你看，就这块，它曾经有水的时候，这儿冲出一个三角洲来，他们就还原这个地方当时是一个什么状况你看，微生物可能生活在撞击坑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微生物的痕迹就可能会被发现就这儿可能有生命的痕迹，那么他们就要在这儿去模拟这样的环境。未来有可能是人类的第二家园。对，这以后人能造出一个理想的湖。理想的冲积平原，对吧？因为在地球上这种冲积平原就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嘛。那能不能在火星上建造出来？所以这个实验室，做着很多咱们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一直以为，中科院地理所研究的是地球的地理，但这座巨型实验室让我意识到，火星的地理，不也是地理吗？地理所一边低头关注地球，一边抬头望向宇宙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人类未来生活在更好的世界。看似离我们遥远的科学家，做的事情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。
那么，让当科学家重新成为孩子们的理想，爱上自然，是除了具体环保工作外，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。中国国家地理旗下有一本科普杂志，孩子们都很喜欢看。这本杂志的一大特点就是精美的原创科学手绘。这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办公室。嚯，很博物。嚯，水族馆加植物园。这都是我们同事养的，平时他们捞的鱼，买的花儿。所以这些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参考。对，都是模特。啊。小亮。这是李聪颖老师，这是我们的插画师，在我们杂志上有好几个关于科学插画的栏目，都是由他来画的。我们杂志就特别注重这个科学手绘。叫什么？科学手绘？对，科学手绘就是一定要保证科学的同时又具有艺术性，又对又美。对在先，先要把它搞清楚、看清楚，在开笔之前，要做大量的查资料呀，问专家呀，自己去亲眼观察呀。您刚才说的那个对哈，就是那个准确性是吧？对。一方面是它那个植物或者动物它那个结构上的这个准确，对，是吧？还有就是说它的生活习性的准确，对，行为的准确，行为的准确。百闻不如一见，或者一见也不如亲手实践，对吧？试一下吧。好。银杏叶肯定都认识是吧？哦，对不对？我想一下，银杏，对吧？大概有一点印象，扇形的是吧？哎，对，画一片银叶，要求3点啊。哦，有叶柄、叶片、叶脉。哇，胡歌这个，我看你平时是留心观察呀，这个没有叶缘波浪都出来了。一大片的那个金黄色的那个，我印象有感觉，有宏观的感觉。单片的叶子我就没事儿。银杏的叶脉是，哎，不错。结束，我们画完了。结束了啊，好。我们对照一下，你觉得自己画怎么样？叶脉好像很细呀。不。哦，对。它这是辐射状的。辐射状，哎，我可喜欢拿银杏叶来讲观察了。你盯着一根看，半路分叉了，就出来一个，变成1变2， 2变4了。哦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而且它很密哎。哎，是的。以前经常听过一句话叫“一花一世界”嘛。之前在玉树的时候，我已经有很深刻的体会了。趴在地上去观察一朵小花的时候，龙胆，那个微观的那个视角去观察一个生命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无比的精彩。你看这现象，很多人就不注意。这个美丽月见草是现在绿化很常用的一种花儿，但是呢，它会卡住很多昆虫的这个嘴。这长喙天鹅这嘴长长的伸进去，它就卡住伸不出来了，就挂着就死了。聪明姐把这个现象画出来了。这个行为从来没有人画这么清楚。其实你看这一幅画，我可能大概画3周到1个月吧，但是之前积累资料呀、查证资料啊、找老师啊，大量的时间。对，有可能1、2年。高深的科学知识，需要科普工作者翻译成通俗、有趣、美好的作品，科学在大众心中才能扎根。其实他们做的跟我们一路前行做的事一样，传播自然知识，分享环保理念，可以说我们是同路人。当我得知中国国家地理的社长曾经是中国首次北极科考队的队长，我有一些问题希望在他这里得到答案。社长是我们地理所的研究员，所以到哪儿都会收一些石头。没什么好东西，净这些个天南地北带回来的石头。这都是好东西啊！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做那个极地考察研究，南极、北极、青藏。请坐。好。因为社长是研究冰川出身的，这些冰川的消融什么的，其实一直都有很深的体会。
我们做第1季节目的时候，我是去了那个年保玉泽冰川啊，心里面就冰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神圣、非常重要的。对，因为在他们的那个谚语里面就是说，没有冰川就没有水，没有水就没有草，没有草没有牛羊，没有牛羊就没有人。对，的确在青藏高原啊，至少现在观测到的很多地方的冰川都在消融，它跟全球变暖有关系。但是全球变暖呢，有些地方带来还是福音的。比方说西北干旱地区，包括我们内蒙啊、河西走廊啊，这些干旱地区降水增加了以后，草场的草的覆盖面积增加了，载区量增加了，老百姓过冬成本降低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全球变暖应该是一个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一个命题。你想对西北干旱地区好了，但是对沿海就带来了灾祸。海平面抬升了以后，对我们沿海带来更大的威胁。你这种风暴潮啊，海水倒灌啦，台风啊、飓风啦，这种灾祸会更多。所以就是说，在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里面，它有很多的因果。没错。只是我们有时候站在人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哎呦，这个事儿好像对我们不好。没错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观察自然的，让我们这个迷恋的地方。自然界从来没有说一件事情是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也没有一个自然的存在说，它以你我的好恶为转移，它并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就不存在了。我觉得就是说人很容易陷入自己的一种惯性的思维里面，然后你进入大自然以后，首先我可以从一个主观的感受，我变得客观了。就是您刚才说的，为什么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就说着说着就变成哲学命题了？真是这样。我在城市里，我觉得人太伟大了，所有我看见的一切都是人类发明创造的。但是我到了大自然以后，我才知道人那么渺小。您判断这多少年了？至少是在500年以上，我觉得。一场雨就把我们困在这里。人那么无助，我甚至会有恐惧，我才会想，那人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大自然给我的思考。这正是因为社会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了，我们就会对于硬核知识，对于精准的科学问题、科学思辨有更高的要求。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的通信，我们有这个远距离的视频传输。因为我在南极当年越冬的时候看的什么极光啦、换日啊，天空出来好几个太阳，我那第一刻我真的泪流满面的。如果当年我们有远距离传播，也许我早成为明星了。因为你们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，你们如果知道了自然的辩证法、自然哲学之后，你通过你的身体力行，你会让更多的人参与环境保护啊，认识科学、了解地球。我觉得这个力量很强大。我觉得至少在咱们这个节目里边，咱干的是同行，都是科学传播。我们社里边老提一句话，就叫发现美、体验美、传播美，这是一个过程。大自然都是这么美哦，你看完这个美之后，大家自然就想爱护这个世界了。那么这一路前行也是这样，我们就是要用这些拍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事儿，让大家看完之后，哎，看着挺开心的，挺有意思，干的这些事儿都挺好玩。你们发现的这些物种、这些故事、这些人都很可爱。好，这期节目结束了，结束之后，把电视一关，想想我想干点什么事儿。他一有这想法，我们这个目的就达到了。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个摸索的过程，对。但是我觉得真实要是保留的，必须要去保留的，因为我们面对的自然太真实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敞开，张开我们所有的毛孔来吸收这些能量，然后观众能感受到，我觉得这就足够了。它一定是有力量的。根本来讲，人其实就是万千物种之一。当然，人很幸运。因为我们在进化的过程中，我们在这个进步的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很多，获取了很多，但同样其实也因为破坏了这个平衡，对环境、对其他生物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。其实也是我们拍这个节目的意义啊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啊，做出改变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。这样的改变正是我心目中的环保，它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前沿课题，也是百姓随手可做的小活动。它是志愿者在荒野中的坚守，
也是商家大开脑洞的尝试。它既是生物学的理性分析，也是艺术的温暖表达。只有了解才会热爱，只有热爱才会行动。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起点爱上环保，也可以从任何一个起点开始行动。我以短暂爱你不朽的旅程。